當軟萌的狐狸犬猛然跳起直擊女人面門時，所有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。然而，當他把尖牙對準幾歲孩童時，大家徹底驚呆了。沒想到這隻看似人畜無害的狗竟專挑幾歲孩子下手。無奈的女主人試圖用香吻喚醒他的良知，但誰知迎來的卻是他變本加厲的攻擊。為了馴服他，將訊息經附體裝作很害怕的樣子。看來今天又有一隻迷途的毛孩子要被他感化了。原來這是一隻7歲的雌性狐狸犬，它綢緞般順滑的毛髮以及黑寶石般的眼睛，能讓人第一眼就卸下防備，覺得人畜無害。不過當鏡頭來到吉娃娃這裡時，卻畫風突變。他半吐未吐的舌頭透露出懵懂的呆萌，圓滾滾的身子隨着呼吸輕輕起伏，仿佛每寸脂肪都在訴說着他的與世無爭。按理說兩人兩狗應該過着令人羨慕的生活，但在這幸福之下卻有着令夫妻倆頭疼的問題。晨起後，丈夫先給2隻狗一個愛的投餵，隨後他拎起垃圾袋就準備下樓，誰知這直接就觸碰到了宋一的敏感神經。在主人出門後，他就放下零食開始對窗外警戒，而此時家門口的安保系統早已癱瘓。就在門外響起腳步的剎那，宋一嗖的就衝了過去。他似乎把對方當成了偷家的假想敵。吉娃娃雖然茫然無措，但還是把卡車般的身軀擋在了門前。宋一接連響起的尖銳吠叫震得人耳膜發疼，而他的諸多問題也開始逐漸浮出水面。妻子想起有次他開着窗戶就出門吃飯去了，沒一會兒他就接到了保安打來的電話，因為宋一持續的狂吠遭到了鄰居們集體投訴。在周圍人眼裡，他就是個不停吠叫的魔丸，他甚至能毫不停歇地叫上1整個小時。丈夫苦笑道，在鄉下他倒也是個看家護院的好手。雖然妻子回家後，宋一從狂戰士切換成了撒嬌精，但他卻對隨之而來的朋友照吼不誤。無奈的女主人只能握住嘴筒子進行物理消音。雖然吉娃娃對朋友报以100%的熱情，但宋一的警戒卻從未消失過。他試探性地靠近女人一番嗅聞。一般來說，如果一個人面對狗狗時很害怕，狗狗就會精準捕捉到這份不安，甚至在他們敏銳的感知中，人類的焦慮會被放大5倍之餘。雖然面對閨蜜她沒有進一步的動作，但當女主人把外賣拿進來後，就引爆了她的情緒。她猛地腾空躍起，呲着牙直撲閨蜜面門。她臉色煞白地向後縮去，嘴裡止不住的道歉。江迅發現宋一的攻擊其實早有預兆，雖然閨蜜的落座換來了她片刻的安寧，但是之後的行動姿勢和眼神都充滿了劍拔弩張的氣息。這致命的信號完全超出了閨蜜的理解範疇。手攻之後，宋一渾身肌肉依舊如滿弓之弦，她好似隨時做好了再次撲襲的準備。更令人頭疼的是，她的攻擊模式沒有場景限制，無論在室內還是戶外都能瞬間被點燃。宋一的凶名在鄰里間已達到只小而夜啼的地步，凡是路過的人和狗都不得不繞道走。女主人坦言，前幾年根本沒法帶她出門散步，如今年紀大了，武力值反倒是下降了不少。畫面一轉，夫妻倆帶着宋一來到了寵物咖啡館。他們此行是為了與一位好友見面。在他生育前，他們本保持着每年2次旅行的傳統，而此次見面則是1年以來的頭一回。不過誰也沒想到，宋一竟將重逢變成了對峙。他死死盯着朋友懷中的孩子，不斷吠叫，那眼神並非好奇，而是捕獵者的鎖定。妻子坦言，宋一一直很敌視孩童，跑來跑去的小學生是他的重點攻擊对象。她曾偷襲咬傷過丈夫同事孩子的屁股，那一口徹底暴露了她血脈中純粹的野性。丈夫的呵斥讓她不能再對朋友孩子下手，於是她迅速把目標轉移到了遠處的男孩身上。她如一道白色閃電般猛地撲了上去，夫妻倆差點被嚇到魂飛魄散。他們公寓裡小朋友的歡聲笑語，如今卻成了最恐怖的背景音。夫妻倆也不確定宋一何時會再次亮出獠牙。整個見面過程，朋友都把孩子緊護懷中，這無聲的提防也刺痛着夫妻倆的神經。到室外後，宋一看似是無憂無慮的單純小狗，但下一秒他卻非一般的把利齒對準了獵物。男孩萬萬沒想到自己又遭受到了2次暴擊，夫妻倆頓時被嚇到冷汗直流。江迅分析到，一般狗狗的攻擊都是有目的的，有的狗是為了自我保護而進行攻擊，而有的狗是為了掌握主導權而進行攻擊。但宋一卻絕非出於恐懼或者掌控，如果他是狩獵的話，必然是輕柔而細緻的，所以他僅僅是在瘋狂地炫耀自己的地位而已。憤怒的妻子死死抓住嘴筒子，心中十分不安。丈夫道歉時發現男孩的皮膚已經被劃破，雖然對方家長很通情達理，沒有追究這件事，但下一次他們恐怕就沒這麼幸運了。本是朋友間的小聚，沒想到他們再三驚魂。安全起見，丈夫給宋一套上了牽引繩，還沒盡興的他們也只能草草結束了聚會。不過晚餐时分的考驗卻更為嚴峻，宋一對着朋友狂吠，不止一副逐客的姿態，他更是衝到男主人腳邊，向着懷中的孩子齜牙低吼。當他猛然站起，尖牙距離孩子腳踝僅差分毫時，全場嘉賓無不為之驚出一身冷汗。朋友本想讓孩子下地玩耍一會兒，但因為宋一的存在，他也只能放棄。男主人見狀，立刻手忙腳亂地裝上了安全門，這下就連無辜的吉娃娃都被一起清場了。這場虛驚引發了他們更深層的憂慮。朋友覺得，如果他們將來有了孩子，宋一會不會嫉妒呢？
對此，夫妻二人都有着各自的看法。丈夫眼中的宋一是可以被时间和溫情教化的家人，而在妻子眼裡，他始終是一個無法預測的隱患。寶寶的哭聲可能就是讓他發動攻擊的號角，源於母性的深刻不安與丈夫天真的信任，在朋友的注視下完成了一次無聲的碰撞。即便被放出來後，宋一的氣勢也沒有絲毫減弱，他冰冷的視線始終鎖定在孩子身上，那副架勢給人感覺他隨時做好了攻擊的準備。朋友老公全程用手緊緊護住寶寶的腳丫，這無聲的動作已然將那份擔憂表露無遺。其實夫妻倆相識於新冠疫情期間，特種兵出身的丈夫因任務來到衛生所，結識了在那擔任醫生的妻子。在談了一段異地戀後，他們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至今他們已經攜手度過了3年的時光。雖然他們也有想孕育下一代的想法，但宋一的存在始終是最大的绊腳石。面對夫妻倆的糾結，姜迅也給出了自己的判断。一旦孩子被咬，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創傷是不可逆的。這類事件往往因為情感與責任的糾纏，最終成為了一個沒有明確答案的社會性難題。為了避開人流，妻子總是在5點半就帶2隻狗出門，也唯有這時候宋一才會穿上現實版乖巧皮膚。乍一看，這還真有點歲月靜好的味道。可惜好景不長，吉娃娃馬上就癱在路邊不走了。另一隻不想散步的狗就是姜迅都認可的棘手難題。不過當其他狗出現時，宋一又瞬間炸毛了。他仿佛一個獵手，迫不及待地想征服自己的獵物。吉娃娃實在不明白這家伙到底在狂躁什麼。為了制住宋一，夫妻倆可謂是煞費苦心。他們曾連續2年用鎖鏈對他強制矯正，等他穩定後才換回普通牽引繩。然而重獲自由的他兇性又捲土重來，這讓夫妻倆徹底沒轍了。在朋友看來，丈夫對宋一的管教很嚴厲，但妻子卻仿佛永遠在唱白臉。她馬上反駁道，因為丈夫的反應更加迅速，所以在外面都是他在主導管束，而在家時他也會拎起狗子的後頸，或者握住他的嘴筒子做臨時控制。但姜迅卻指出，這只是應急手段，並非真正的訓練。即便面對熟識的閨蜜，他依舊不斷輸出。無奈的妻子竟試圖用香吻喚醒他的良知，這一下子直接讓大家尷尬到腳趾摳地。這分明就是在對惡勢力進行愛的供養。為了讓晚餐繼續進行，妻子把他帶到了客廳，試圖用零食讓他安靜下來。但是這種混亂的獎罰方式對宋一無異於飲鴆止渴。縱觀節目中所有的問題犬，宋一無疑是最棘手的一個。面對這樣一只問題犬，姜迅也不得不陷入沉思。他在想，是否真的有方法能讓他徹底轉變。聽完他的建議，夫妻倆心中五味雜陳。他們最大的恐懼就是連姜迅都宣判無能為力。敏感的宋一甚至在錄節目期間都極其戒備，他用狂吠嚇跑了工作人員，卻渾然不知自己已是命懸一線。當夫妻倆把他們牽出來時，宋一依舊很興奮，而朋友也帶着孩子協助他們進行訓練。母子4人按照姜迅的指令在宋一面前奔跑，孩子們的出現果然又激起了他的凶性。接着姜迅又讓孩子們蹦蹦跳跳地路過宋一，在看狗子的眼神中一直閃烁着興奮的光芒。如果沒有繩子的阻攔，恐怕他早就撲上去了。為了繼續試探，她讓丈夫把吉娃娃帶到了遠處，而3個孩子則再次重複奔跑的動作。雖然吉娃娃離開了，但宋一凶性依舊。看來他的興奮並非是同類刺激形成的。姜迅接過繩子的行為讓宋一十分不滿，因為極度緊張，他的下巴開始不斷顫抖，全身肌肉也緊繃得如拉滿的弓弦。然而當孩子再次路過時，他徹底安靜了，仿佛他敢叫一聲就會招來殺身之禍一般。當妻子接過繩子時，沒有心軟，反倒是給足了壓力。這反常操作直接讓他的大腦宕機了，就連在他面前經過的孩子們都不理會了。姜迅坦言，他不敢保證宋一一定会改變，目前最好還是讓他和他人保持距離。有時候表揚可能会变成滋養他凶性的溫床，而一旦主人嚴厲起來，他反倒聽話了。姜迅覺得他其實是很膽小的狗，這種特性也是他與生俱來的。針對宋一，姜迅也給出了幾條建議，比如每天2頓飯改成1頓飯，並且杜絕一切零食的投餵。每天早晨最好分別帶他們出門散步，然後把彼此的航空箱盡可能放在對方看不見的地方。這些突如其來的整改也許會讓宋一一時不適應，但卻是目前對他最有益處的行為。2周後，節目組又回訪了這個家庭。鏡頭下的宋一沒精打采地癱倒在地，夫妻倆對此也十分不解，甚至之前還跟節目組發信息求助。宋一這2周不僅在家失禁嘔吐過，而且還經常躲在沙發下面悶悶不樂，種種怪異的行為不禁讓他們十分擔心。隨後2位嘉賓充當先鋒軍，先上樓一探究竟。面對宋一，他們就差武裝到牙齒了。狗狗試探性地靠近，不斷嗅聞他們的味道。從他吠叫的姿態看來，他並不擅長和陌生人寒暄，而吉娃娃卻如同一個社交悍匪般，早已和嘉賓打成了一團。夫妻倆表示，他們遵循了姜迅的建議，沒讓任何人來家裡。他們說現在基本就晚上5、6點只餵食一次。沒想到宋一卻出現了後半夜嘔吐的問題。女嘉賓分享說，狗狗很可能是餓到吐酸水了，因為他們無法馬上適應1天1頓飯的節奏。現在散步的時候，他們也把繩子換了，如果他吠叫的話，馬上就拽緊繩子。雖然他對普通路人已經基本沒有攻擊性了，
但是對孩子的凶性卻半分未減，這讓江迅剛剛舒展下來的眉頭驟然緊鎖。不過就在男嘉賓起身時，他猛地衝了上去，這簡直和之前對朋友的舉動如出一轍。他們讓夫妻倆進到房間，想測試下宋一的狀態。然而當監護人不再時，狗子瞬間便安靜了，似乎他的攻擊性也隨着主人的離開而消失了。當男嘉賓大搖大擺地走到沙發處坐下時，囂張的母老虎在這一刻變成了林妹妹。她靠近女嘉賓，似乎把她當成了女主人的替身。而當男嘉賓假裝靠近時，他又再次狂吠起來。當夫妻倆出來後，宋一又把玩具叼到了女嘉賓面前，這實際上是他宣示主權的行為。江迅指出宋一舔舐尾巴是壓力過大的信號，緊接着他又把玩具扔得離女嘉賓更近了，但看他無動於衷，便馬上吠叫施壓。至此，江迅對宋一的行為模式已經勾勒出一幅完整的畫像。他來到现場並沒有按门鈴，而是直接敲了敲門，但是宋一卻用雷霆之勢上前想把他趕走。也許是之前的記憶讓他面子受損，所以江迅進門後，宋一的吠叫一直沒有停止過。江迅讓丈夫坐在沙發上，然後讓妻子把他邀請進屋。儘管監護人對他很親切，但宋一依舊警惕心爆表，和他相比，吉娃娃倒顯得像個天使了。他們三人如同時裝秀模特般不斷在屋內走動，即便如此，那尖銳的叫聲依舊在耳邊盤旋。於是戲精附體的江迅準備給他上一課，他動作遲緩，假裝自己十分害怕宋一，而宋一也把握住了絕佳時機，猛地衝了過去。之前講過，人類的恐懼在狗狗感知中會被急劇放大，他們總能精準定位出人群裡最膽怯的那個。而宋一的舉動堪稱教科書式的演繹，再看吉娃娃則乖巧的像只仿真玩具狗。江迅表示，其實他也是宋一的受害者之一，他的不安磁場也會影響到吉娃娃，就像與世無爭的你旁邊有個狂躁症同事一樣，本來美好的心情都會被他消耗殆盡。江迅跟他們講了半個小時，宋一就叫了半個小時，不知道的還以為這家人在虐狗呢。他繼續讓女主人先離開，讓男主人拿來一些零食。這期間，一人一狗始終在對峙着。為了不影響訓練，丈夫把吉娃娃抱進了屋裡。當宋一聞過零食的味道後，警戒性降低了不少。江迅一招偷梁換柱，直接把矛盾轉移了。他的食慾越旺盛，攻擊性就會越小。其實每次狗狗吠叫時，主人的回應都很重要。如果他能趕緊把狗帶走，也是一種應急措施。他讓妻子站到沙發上，用膝蓋把宋一趕下去，然後再快速移動，突然給他一擊。江迅之所以讓家裡最關心他的妻子突然變得決絕，是要顛覆宋一的認知，給他施加壓力，同時也是讓妻子學會武力壓制暴躁的狗狗。曾經的他是想用親吻解決問題的溫柔主人，如果他不改變，那一切的訓練都是徒勞的。江迅感慨妻子是個善解人意的好主人，狗狗也許會利用這份善良變本加厲，所以無論對人對狗，千萬不能當爛好人。也許吉娃娃可能更適應溫和的教育，但對宋一這種調皮狗就要恩威並施。如果你不守規矩，就要接受懲罰。主人的軟弱將會是狗狗猖狂的資糧。如果他再次大叫，妻子就趕緊上前阻攔，然後抓住脖梗如拖拽死狗般把他送進航空箱。江迅之所以沒讓他關上航空箱的門，是因為對他的訓練並沒有結束。當江迅再次起身時，宋一只能默念沉默是今晚的康橋。隨後妻子又一步步把他逼進了航空箱。有的人覺得在家裡讓狗狗隨心所欲就好，但正因為沒有秩序，才會造就出宋一這種狗。他到反天罡成為了家裡的主事狗，沒有規矩的他會經常亂吠。這種敏感刻薄其實是在給主人找麻煩，唯有監護人承擔起領導者的職責時，宋一的警惕性才能大幅度降低。江迅告誡他們，無論做什麼都要設定界限，如果他一旦越界，就要給他趕回去。儘管他想通過撒嬌來換回曾經的地位，但江迅的到來徹底推翻了他的狗王朝。妻子對他的施壓正是奪回領導權的關鍵。至於他對同類以及孩童的攻擊性問題，男主人一手提起繩子，一手讓他坐下。江迅建議散步時可以為零食轉移注意力，同時再拉起繩子讓他坐下。接着他們把輔助犬請上場測試一下宋一。男主人按照江迅講的用零食和坐下進行控制，意外的是他對同類竟全程都很安靜。江迅建議以後他们可以在遊樂场附近訓練，如果他看見孩子們能保持安靜，就給他零食獎勵。反覆進行脱敏訓練正是改變宋一的最佳方式。江迅的到來成功讓夫妻倆看見了宋一的另一面。原來規矩對狗狗來說是如此重要。從反饋視頻來看，宋一有了不小的改變。看來江神醫今天又拯救了一個苦難家庭。其實今天宋一的故事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地方，它就像一道情緒折射棱鏡，把漫不經心的生活光線分解成複雜的人性色譜：依賴、焦慮、邊界、權力、愛與恐懼。心理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做投射性焦慮，當個體無法理解外界的複雜情境時，他會把一切不確定都歸納成必須防禦。宋一的世界沒有灰色地帶，他只有家人和潛在敵人，因此他的撲咬和狂吠都不是隨機的，而是一個不斷被強化的情緒習慣。就像一個人長期處於警戒之中，自然會逐漸喪失判斷他人好壞的能力。今天的故事並不只是關於會攻擊性的狐狸犬的，而是關於一個家庭如何被一隻動物的情緒所牽動。無論是人還是動物，當情緒缺乏出口，當依附不夠健康，當邊界模糊不清時，
衝突終將以某種形式爆發開來。宋一就是那份長期以來被忽略的家庭陰影，只有當這道陰影被正視、被理解、被引導，那所有問題才能被徹底解決。你們覺得呢？好了，我們下期節目見。